有没有这种情况，家里有人抽烟，一进屋直接呛到怀疑人生，感觉自己被冻吸了一吨？更惨的是，哪怕窗户大开，烟味还是阴魂不散，沙发、窗帘、衣服，统统逃不过二手烟的荼毒。别急，今天就教你几招，不用开窗也能让家里清新如初。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一、香蕉皮法。香蕉是我们常吃的一种水果，吃完后就会剩下不少的香蕉皮。其实这个香蕉也具有帮助消除室内烟雾的作用。那该如何利用这些香蕉皮来消除烟雾呢？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只要先准备2个新鲜的香蕉皮，然后再拿个容器，把香蕉都撕成小块后放置容器中。接着再往容器里倒入开水，用开水将香蕉皮泡一泡。经过大约20分钟的浸泡后，香蕉皮中的精华成分便会逐渐溶解在水中。我们再把这个水过滤到喷壶里，它在家里有烟雾的地方喷一喷就可以了。香蕉皮中含有大量的菊香油成分，这个香油是特别清香的。经过浸泡后，这个菊香油都被溶解在了水中，而又将这个水喷在空气中，它就能将烟味都覆盖住，这样我们就闻不到难闻的烟味了。2、蜡烛法。室内有人抽烟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二手烟。二手烟对人体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室内抽烟，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但有时候家里来客人了，不能避免需要在室内抽烟的话，我们可以点上1-2根蜡烛，就可以消除室内由于抽烟产生的烟雾了。它的主要原理其实是因为蜡烛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炭黑和一种吸收烟气的无定型碳，可以吸附烟雾。大概点上几分钟的样子，我们就会明显感觉空气中的烟雾减少了很多。不过我们在点燃蜡烛时，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避免发生火灾。同时也需要提醒家里的孩子不要轻易靠近蜡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人们常说，吸烟有害健康，二手烟伤害更大。二手烟是指吸烟者所呼出的气体或者烟雾中的残余成分，以及在空气中的漂浮颗粒等。二手烟主要由几部分组成，首先是燃烧不完全而形成的一氧化碳、焦油、各种致癌物质和有害气体。这些物质主要来源于香烟燃烧过程中的一部分物质，而没有被吸入。其次，人的呼吸及其代谢过程中，会将血液中的一部分尼古丁和其他成分排出体外，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物质组成，同时也会影响周围人的健康。二手烟实际上是一种对他人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有害物质，而由于这种物质通常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其危害往往被低估。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啦。3、活性炭。市面上有多种形式的活性炭产品，包括颗粒状、圆柱状、片状等。在选择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确保活性炭是高质量的，最好选择有认证的产品。根据需要净化的空间大小，选择适当量的活性炭。考虑活性炭的摆放方式，选择便于放置的产品，将活性炭放置在室内的关键位置，以最大化其吸附效果。在客厅或书房的角落放置活性炭，这些地方往往是烟味聚集的地方。如果家中有人经常在特定区域抽烟，将该区域的活性炭数量增加。需要注意的是，活性炭应放置在宠物和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以免造成误食。
吸烟者该怎么做？活性炭的吸附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吸附饱和，就需要更换新的活性炭。一般来说，活性炭的使用寿命为3至6个月，具体时间取决于室内烟味的浓度和使用频率。为了确保最佳效果，建议定期检查活性炭的状态，并及时更换。4. 茶叶法。茶叶就像个小卫士，能把烟头残留的烟味分子吸走，同时它自身的清香还能中和怪味。这是因为茶叶里有茶多酚、咖啡碱，它们的结构多孔吸附性特别强，而且茶叶里的芳香物质能让空气变得清新。要是屋里整体烟味重，还可以泡上一壶热茶，把茶杯放在房间各处，热气腾腾的茶水能让茶叶的香气更充分地散发出来，进一步净化空气，让烟味更快消失。另外，用纱布包上适量茶叶挂在房间的角落里，也是个持续除味的好办法。这样整个屋子就能渐渐弥漫着茶叶的清新香气，把恼人的烟味彻底赶跑了。作为一名吸烟者，尤其是对方还是家庭成员的人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考虑周围老人的身体状况，不然的话，你将因为自己的不自觉，严重破坏自己跟家人之间感情。家庭关系出现恶化，就算是对方也不愿意跟你一起出去吃饭，又或者说对你处处针对，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是不是应该考虑到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呢？除此之外，如果您真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那么你也应该考虑为周围人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比如说装一个空气净化器来让房间内看起来更加空气清新一点儿，是不是？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吃苦，是糊涂。有些人嘴上说着咳嗽不是病，咳起来真要命，可手上的烟却一天不离，饭后一根，茶后一根，酒后一把，仿佛烟成了人生的续命草。殊不知，这草烧的不是忧愁，是肺。点烟之前，先想一想这些人，点烟的那一刻，不妨停1秒，想想远方的儿女，枕边的老伴，屋里的娃娃，肺受的每一分苦，最终都会投射到他们身上。哪怕不戒烟，也学会聪明的抽。如果你家烟味重，不妨试试这些方法，让空气清新如初，家人更健康。如果家里有人吸烟，也可以慢慢减少次数，或者移步到室外，别让家人被迫吸二手烟。好了，今天的去除烟味小方法分享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